世界简报，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加拿大不会被中国吓倒，特鲁多总理说。路透社，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表示，加拿大不会因一名加拿大外交官被驱逐后受到中国的报复而望而却步。北京驱逐了这名官员，以回应渥太华决定驱逐一名被指控参与外国干涉相关指控的中国外交官。特鲁多说，他的政府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加拿大人免受外国干涉。Capvision 突击检查加剧了中国对咨询打压的担忧。南华早报，中国当局突击搜查了总部位于美国的跨国咨询公司 Capvision Partners， 以应对其在与美国竞争中的潜在间谍威胁。国家安全和市场监管部门询问了工作人员，并搜查了其在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的主要办事处。央视节目播出后，该公司发表声明称，国家利益至上，将贯彻国家安全下的发展愿景。今年早些时候，另一家跨国咨询公司贝恩公司 Bain & Co 表示，他因国家安全原因受到上海中国当局的讯问。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志豪 Eric Chen 表示，如果当局能够更清楚地界定公司可以或不能进行此类尽职调查的领域，将会有所说明。这将使外国公司更有信心，并使他们能够遵守中国的规定。为什么特朗普式政厅可以成就或破坏凯特兰克林斯和 CNN？ 英国每日电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正在参加新闻网 CNN 的市政厅活动，该活动由主播凯特兰克林斯主持，他的目标是既强硬又客观。柯林斯曾是一名娱乐记者，被提升为报道2016年大选，后来成为白宫记者。他的新闻风格不是为适合任何特定的政治节目而量身定制的，这受到了新闻机构的欢迎。28岁时，他成为 CNN 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白宫记者。该事件可能是 CNN 的收视率提升，近几个月来其收视率直线下降。CNN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利希特 Chris Licht 表示，有线电视运输费的收入将继续说明该频道生存以及 CNN 品牌的重要性。又是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地震的废墟中，选民要求被听到。路透社，明天举行的土耳其选举已成为埃尔多安总统20年统治中最艰难的一次。据路透社报道，2月份发生的地震造成5万多人死亡，并没有改变人们的投票方式。尽管选民对政府对灾难的最初反应缓慢感到愤怒，但 Metropol 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AKP 的支援水准在2月份降至 33% 以下，到4月份已恢复到地震前的水准，支援率约为 40%。只有 4.3% 的选民认为地震是土耳其上个月最大的问题，大多数人更担心的是受通货膨胀猖獗影响的经济。民意调查显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选举将是一场激烈的比赛。总统投票可能会在2周后进入第2轮，这可能是埃尔多安和他的竞争对手凯莫尔·基利克达罗格鲁之间的选举。德国的肖尔茨说，欧盟不能被俄罗斯吓倒，但敦促欧盟改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敦促欧盟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非法政策保持警惕。在欧洲议会的一次演讲中，肖尔茨主张该地区加强军事力量，达成新的贸易协定，并集中国防采购，但拒绝与中国脱钩的政策。他强调了重建乌克兰的必要性，并补充说，一个自由繁荣的乌克兰将是普京侵略的最有力对抗。新闻发布会，7国集团领导人在广岛举行峰会预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将于周2举行电话新闻发布会，以预览5月19日至21日在日本广岛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预计今年的峰会议程将涵盖一系列主题，包括保持经济增长和支持乌克兰。俄罗斯为什么要在5月9日庆祝胜利日？这对普京意味着什么？路透社，星期2是俄罗斯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78周年。这被认为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公共假期之一，也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Vladimir Putin） 用来宣传的事件，以加强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大的胜利者国家反对法西斯主义。
这个特殊的日子是通过俄罗斯最新武器的肌肉展示和展览来庆祝的，从坦克、战机到具有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今年，俄罗斯面临驻乌克兰对其领土的袭击急剧增加。意大利打算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协议，也为关系恶化。彭博社，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 （Giorgia Meloni） 正在考虑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据报道，梅洛尼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进行了交谈，并指出，虽然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政府赞成退出意大利在该倡议中的作用。意大利于2019年签署了基础设施专案，是唯一成为该协定一部分的7国集团国家。这一可能的举动与 Meloni 反对中国投资的立场有关，特别是与中国中化控股公司对贝耐利公司股权的延迟决定有关。伊姆兰·汗的被捕加剧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和政治挑战。路透社，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 （Imran Khan） 被捕并呼吁全国抗议，这将给一个已经面临经济危机的国家带来进一步的困难。通货膨胀率超过 36%， 工业活动几乎停止，而失业率和贫困率已经很高。此外，巴基斯坦预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计划推迟了几个月，外汇储备仅够1个月的进口。在最近的袭击中，根除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行动也即将到来。中国的海底电缆计划针对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英国《每日电讯》，据说中国正在建造自己的水下光缆，用于横跨欧洲、中东和亚洲的下一代数据链路，这将通往北京，引发对全球安全、情报收集和互联网本身的担忧。报道称，电信公司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已经为该合资企业提供资金，该合资企业将在海南省和香港种植。华为海洋网络 HMNTech 是一家曾经被称为军民融合典范的公司，据说已被选为安装商。美国和中国都认为进入数据中心很重要，因为超过 95% 的国际数据流涉及海底电缆，这些电缆传递从电子邮件到银行交易的所有内容。量子计算甚至可以读取加密数据。在这个基础设施上建立的国界可能导致互联网以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违背他们最佳利益的方式分裂。解说：是什么引发了印度曼尼普尔邦的致命种族冲突？路透社，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邦的骚乱造成60人死亡，35000人流离失所，其根源在于该部落与占多数的 Meta 之间的冲突。Meta 一直在寻求特殊的经济利益和配额，这将使他们在为 Cookies 和 Nuggets 保留的教育和政府工作中获得份额。历史上 ，Metas 一直集中在曼尼普尔邦邦更繁荣的山谷地区，但与居住在山区的库基人和内加斯人相比，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的较发达部分。两地发展不平衡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数十人在德国东部的高速公路碰撞中受伤。多伦多星报，一辆长途公共汽车和一辆卡车之间的碰撞在德国勃兰登堡州的 A12 高速公路上造成数十人受伤。警方证实有35人受伤，其中6人受重伤。该路段高速公路被关闭。警方称，当卡车改变车道并撞上公共汽车时，事件发生了。国防部常说，艾滋病毒阳性者现在被允许加入法国军队。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将结束阻止艾滋病毒感染者加入武装部队的歧视性招聘做法。该法令将适用于宪兵队、巴黎和马赛消防队以及所有武装部队，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以前，由于医疗标准，艾滋病毒阳性者无法进入这些职业。然而，随着这一标准的取消，国防部将修改体能评估系统 CGCO， 这意味着艾滋病毒阳性的人将不再被归类为不健康。最近的科学研究表明，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人不会传播艾滋病毒。拜登的执法者在人工智慧热潮中看到反垄断威胁。华盛顿邮报，美国总统拜登 Joe Biden 的反垄断执法人员认为，在急于将更多人工智慧整合到技术中的过程中，竞争面临潜在威胁。虽然拜登政府指出歧视性的使用人工智慧是损害公民权利的领域，但最近的警告表明，人工智慧对矽谷竞争的影响正受到更多关注。联邦贸易委员会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和司法部 Justice Department
的高级官员警告企业在寻求开发人工智慧时，不要采取反竞争行为。拥有人工智慧工具所需的大量数据和计算能力的公司将比小型企业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反垄断宣导者警告说，这些市场巨头继续收购开发人工智慧工具所必需的关键原材料，可能会在未来垄断市场。利兹·特拉斯将访问台湾，以表示对中国的声援。英国《每日电讯》，英国前首相、现任国际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 （Liz Truss） 将在访问台湾期间发表主旨演讲。这次访问可能会引起中国政府在北京的强烈反对。此前，特拉斯呼吁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言论采取强硬态度。特拉斯建议实施制裁，作为阻止习近平主席政权入侵北京的一种可能方式，并表示支援向台湾提供武器。对于这些猎犬和人类来说，狗展示了情侣的比赛。多伦多星报，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对已婚夫妇汤姆和黛比·德维林带着他们的2只水獭猎犬 Tips 和 Creed 参加了威斯敏斯特养犬俱乐部的狗展。作为主人、训导员，这对夫妇在美国最负盛名的狗展上相互竞争是不寻常的。Tips 和 Creed 都训练有素，在不参加比赛时会去医院进行治疗。水獭猎犬是美国和英国最稀有的狗种之一。这对夫妇认为他们的主人社区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